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飞。今天咱们聊的这个案子呢，发生在河北省廊坊市的梨园村。这个事呢，其实是一开始是从微博上传出来的。2016年的10月9号，一个叫难以割舍的情感的博主发布了一条微博，说是在廊坊的梨园村发生了这样一起极其残忍的凶杀案，凶手把妻子给杀了，然后剥皮碎尸，甚至将死者的肉给炖了，还给了自己的丈母娘吃。这个微博发出来之后，很快有新闻的记者就和廊坊当地分局的负责人取得联系，询问这个案子是不是真的。负责人呢，当时只是表示在10年前确实发生过这样一起案子，这案子具体的细节警方也没有透露，所以说这个案子后来被传得神乎其神，说什么都有。咱们呢今天就按照网上流传最广的一个版本聊聊这件事儿。这个事儿呢发生在2006年10月份的一天，这天呢梨园村的林阿姨正在家里边准备午饭呢，这会儿呢就听到外边大门哐哐哐的有人砸门，这林阿姨就琢磨了，这大中午的谁呀？人家不吃午饭呀？结果打开大门一看，是自己的女婿白某一个人过来的。这林阿姨就纳闷了，平时这姑爷很不愿意来这里，偶尔过来呢也都是跟着闺女一块过来，这会儿他来干什么呢？这个白某呢顺手就递过来一个饭盒，妈，这是小美啊，今天炖的肉，让我给您送点过来。这林阿姨接过肉来，看着白某，她也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反正就感觉到今天这个白某有点不正常。这会儿呢，她正想让白某进来坐坐的时候，白某转身就走了。我们再说这林阿姨啊，她端着饭盒回屋之后，打开瞅了瞅，确实是炖的肉，就拿着筷子尝了尝，感觉这味儿呢也不像猪肉，有股子酸味儿。再看这肉的颜色，看上去比猪肉要红一点，整体尝下来呢，感觉味道还是不错的。这一盒炖肉她也吃了不少，吃完了饭收拾干净了，她就准备上床睡午觉了。然后就发生了一件特别灵异的事情，她在梦里边呢就看到自己的闺女蹲在地上哭。这林阿姨呢就问呢，闺女啊，怎么了？是不是小白那小子又欺负你了？说着就想要去扶小美，结果这手刚一碰到小美，小美就变成了一股白烟不见了。这一下可把林阿姨就给吓醒了，这个梦太真实了，就跟刚发生的一样。这林阿姨越感觉越琢磨越不对，不行，我得给小美打个电话，别不是真有什么不好的事。这电话打过去呢是白某接的，林阿姨就赶紧问小美呢，我闺女在哪儿呢？让她接电话。电话那头呢，这白某这会儿漫不经心地说道，小美，你不是刚吃了小美的肉吗？紧接着就大笑了起来。这会儿呢，这林阿姨听到这话，再想到刚才做的梦，再想到午饭的时候吃的那个肉，一下子就晕了过去。等到她醒过来的时候，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了。当时呢，警察听完之后都感觉这事不可思议，就劝林阿姨，阿姨呀，可能就是小两口闹矛盾，这白某跟你开玩笑呢。不对不对，绝对是真的，我今天中午做梦就梦到我闺女了，而且今天中午吃的那个肉既不是猪肉也不是牛羊肉，反正就是很不正常。这会儿警方听着林阿姨的语气就感觉到了这事儿可能还真不是那么简单，就赶紧出警直奔白某家了。到了白某家里边，警方立刻就感觉到不对，瞬间这神经就紧张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一进到院子里边就闻到了浓烈的血腥味。这警方再一打开门，眼前的一切就连警察都感觉到了恐怖以及恶心。屋里地上墙上到处都是血迹，再看看角落里躺着两个尸体，这两个尸体几乎都快看不出人样来了，因为这两个尸体的皮都被扒了下来，而且尸体明显有碎尸的痕迹，已经不完整了。警方赶紧在屋里边搜查，找到了白某。这白某呢倒是挺淡定，这一切他似乎早就预料到了，二话没说跟着警察就走了。在警察局里面呢，面对警方的审讯，这个白某也老实的交代了他的全部犯罪经过。这个白某呢，平时就在他们村子附近的一个厂子里边打工，挣的也不多，就勉勉强强能够糊口。1个月前，这个白某干活的时候呢，不小心受了点伤，按说呀，在工作过程中受伤，这明显属于工伤是吧？这白某就想找厂子里边把他的医药费给付了，还想着要是再能给点补偿就更好了。但是当他提出这个要求之后，厂子里边是不屑一顾，你受伤了，耽误工作进度不说，你还想要医药费？行了，你这伤着也没法干活了，你找别地儿吧。这厂子不但没给他医药费，还把他给辞了。这白某这个气啊，本来他就指望这点工资活着呢，这也受伤，花了一堆钱不说，结果工作还丢了，这以后可怎么办呢？以后怎么办不知道，反正等他回到家，一件更刺激的事正等着他呢。回家之后，这白某一推开门，看到什么？看到他媳妇儿
正跟村里的老王偷情。这白某看到这个，再想到刚才自己在厂子里受了气，这哪里还受得了，上去就是一脚，把老王给踹一边去了。按说呀，被捉奸这种情况，偷情的人都理亏，都巴不得赶紧溜了。但这个老王不一样，他自己挨了一脚之后，顺势就爬了起来，上去就给了白某一拳，然后按在地上就是一顿胖揍，一边揍还一边说呢：“我他妈就碎你媳妇儿了，你还能把我怎么着？”这老王呢，揍完白某之后，啐了一口唾沫就走了。这白某这会儿是自己气的是一边捶地一边哭啊，自己怎么就这么没能耐呢？他本来呢还希望自己媳妇儿能过来说个软话，认个错，结果他媳妇儿给他扔下一句：“你就是一个废物。”然后收拾东西就回娘家了。这会儿呢，就剩白某一个人在家里边了。到了晚上，自己一个人喝闷酒，一边喝酒一边骂：“找机会一定得收拾了你们这对狗男女！他娘的，怎么就没一个好东西啊？”这话虽然这么说，但白某呢，其实自己心里边也琢磨了，不能离婚。为啥呢？原来呢，这个白某没有生育能力，周围人都知道，这离了婚还不打一辈子光棍啊！而且现在这么个情况，工作丢了，再丢了媳妇儿，自己彻底也别活了。所以没过几天，这白某就去娘家把媳妇儿给接回来了。到了那儿呢，还让丈母娘一顿输出，说她没出息，自己闺女跟着她光受委屈。这白某呢就点头哈腰的听着，不管咋样吧，把媳妇儿接回来了，这事儿呢也算过去了是吧？这一天呢，白某出去办事儿，在路上就碰到了那个老王。这老王打老远就看到白某了，直接就奔他过来了。老王斜眼看了白某一眼，然后朝他吐了一口唾沫就要走。这白某心里本来就憋屈啊，看到这个老王就更来气，现在在大街上还这么羞辱他，实在是气不过了，上去要揍老王。但是上次他就没打过人家，让人家给揍一顿，这次还是打不过呀，在大街上当着众人的面又让老王给揍了一顿，最后呢还让老王一脚给踹到旁边的沟子里去了，临走还骂了一句：“呸，没用的废物！”然后再次扬长而去。这次同着大街上这么多人，让人家揍了一顿，还踹沟里边去了。这白某感觉自己在村子里是彻底没法活了，我不活，你们也别想好。他心里边他这会儿呢就盘算好了，就算搭上自己的命，也非得弄死这俩狗男女。这天晚上，白某反而主动去老王家。这老王看到他过来，还以为找事儿呢，就问他：“走啊，还没挨过揍呢。”这白某呢这会儿倒是笑脸相迎：“王哥，这天呢我也想清楚了，前几天是我不对，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做东，你不嫌弃的话，上我家喝一口，咱们呢也把这事儿给摊开了。如果你想跟我媳妇儿好，我就离婚，成全你们，你看行不行？”这老王听完他说这话就迷糊了，这怕是打傻了吧？不过呢，看他态度那么诚恳，去就去吧，反正也没啥。这老王就跟着白某一块去他家了。到了家里边，这老王进屋喊找小美呢，结果没想到白某从后面拎起一根棍子，直接就把他给打晕了。等到他再醒过来的时候，自己的手跟脚就都被绑住了，嘴里面呢还塞着一块抹布。再看看白某，这会眼睛也红了。老王也吓傻了，就想着求饶，但是让他怎么做也没有用了。白某先是将他的裤子脱下来，用菜刀将他下边给切了，然后对着老王连续捅了不知道多少刀。当然，白某的妻子小美也逃不过去。杀红了眼的白某用同样的方法将他的媳妇儿也给杀了，然后通过碎尸这种残忍的手段来宣泄自己这些天受到的委屈。这块呢，在网上还有许多种说法，有的说白某杀老王的时候故意避开要害，连续捅了他20多刀，直到最后将他大卸8块。而对于小美呢，说是将他的皮给扒了下来，反正是惨不忍睹。杀完人之后呢，这白某依然感觉到不解气，这会儿他就想到了自己的丈母娘。这丈母娘呢，平时没少损他，说他没出息，挣得少，连个生孩子的能力都没有，说自己的闺女嫁给了一个窝囊废，跟着他光受委屈。然后白某做出决定，他将小美的肉给切下来，然后炖了，给他的丈母娘送过去。后面大家就都知道丈母娘吃了自己的闺女的肉，然后报警。当然最后这白某犯下了这么大的刑事案件，被判了死刑。不过据说后来在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白某极其的冷静，也对于这件事表示过后悔。最后在法院宣判结果的时候，他更像是解脱了一样，没有任何的反抗。这个案子呢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呢最后呢我还是要说一下这个案子具体的很多细节，警方都没有透露，具体里面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的，这个大家当个故事听听就好。好了，今天关于河北碎尸案就聊到这儿，记得点赞、评论、订阅。我是阿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